你还没有1秒钟、1、2秒钟，有没有几秒钟？但是你确实插进去了，我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这是我对我人生第一次性经历的全部记忆，就是很痛。他10几岁时惨遭亲生父亲侵害，为逃离地狱远赴他国。8年后勇敢起诉，却又被亲戚围攻，母亲责怪他丢脸，三叔骂他白眼狼。其实他沉默多年的母亲早已知情。被取证，他不远万里回到中国，与生父对峙，与母亲撕破脸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8年的隐忍，一场步步为营的复仇，他的抗争能否换来迟到的公正？奇怪世界故事多 ，Hello， 我是琪琪。小丽10几岁时被亲生父亲侵犯，你没听错，不是什么继父养父，是亲生父亲。此后，他为了逃离那个梦魇一般的地方，拼命学习。工作后直接选择了远赴埃塞俄比亚。多年来，小丽一直背负着这个屈辱的秘密，直到27岁时，在未婚夫和律师的鼓励下，她才做出了人生中最勇敢的决定，将那个禽兽般的生父告上法庭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迎接她的不是家人的支持，而是亲人们的围攻。令人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她那始终保持沉默的母亲，其实早已知情多年。正义的路从不平坦，小丽在未婚夫的陪同下回到中国收集证据，偷拍与生父的对峙，与母亲正面开撕。在取证的路上，他们精心设计每一步，可以说是步步为营。至亲的指责能否击垮他？母亲会最终选择正义吗？而那个施暴者又是否会得到应有的惩罚？故事马上开始。小丽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停留在2、3岁时，那时父母还没离婚，但留下的并不是温馨的回忆。她只记得某次父母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父母在卧室里大打出手，而年幼的她被吓得哇哇大哭。从4岁到9岁，父亲仿佛从她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。每当她问起，母亲总是冷冷地说：“你没有爸爸。”有时也会加一句：“你爸是个很糟糕的人。”直到小丽9岁那年，母亲的态度忽然发生了转变，她不再回避父亲的存在，而是对小丽说：“不能便宜了那个混蛋，你得去找他要钱。”其实我小时候身边也有些同学父母离了婚，其中有些也会面临一个相似的处境，那就是被抚养的一方会让孩子去找另一方要钱。毕竟一个孩子成长的路上，吃穿用度、上学花销，样样都少不了。但对小丽来说，这一步却成了噩梦的开始。2009年，15岁的小丽就考上了大学。然而面对学费，她又犯了愁。毫无意外的，母亲如往常一样推卸责任，她让小丽去找她的父亲。于是小丽不得不在暑假间坐了24个小时的火车去深圳。当时她的父亲在深圳一个类似卫生院的小医院工作。小丽记得那天天气很热，她提着好几个行李箱，好不容易找到父亲。可刚一见面，他就迎来了父亲的一个耳光，随后便是一顿责骂：“你怎么能就上这样一个破学校？”打骂完小丽后，父亲让她先休息休息。听话的小丽就照做了。舟车劳顿，不知不觉的，她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。不过恍惚中，似乎感觉她的外套被脱下了，然后就有一只手伸向了她的胸部。那时的她还处在懵懂年纪，而且刚刚经历过父亲的打骂。他也不敢哭闹。后来他稀里糊涂的就回了家，但那种恶心、不适与羞辱感却一直在心里面压着。最终他鼓起勇气，第一次报了警。可面对警察，母亲却选择了沉默。她怕丑，怕丢人，于是低下了头，一言不发。小丽的第一次抗争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掐灭了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之后母亲并没有意识到哪儿出了问题，反而在生活中依旧不断地逼迫小丽去找生父要钱，而每一次被迫登门，父亲的手总会伸向她根本不该触碰的地方。小丽的15岁到19岁，她的生父唐文涛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长期对她进行侵犯，其中2次强行侵害未遂，1次既遂。故事听到这里，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。好在我们已经知道长大后的小丽没有让坏人逍遥法外。可时过境迁，小丽所遭遇的事情又是很难说得清的。她将如何为自己讨回公道呢？
上天关上一扇门，也许真的会留下一扇窗。小丽的未婚夫就是那扇窗中照进来的一束光。刚开始交往时，小丽就坦诚地告诉了他自己的过往，并把选择权交给了他。如果未婚夫接受不了，她愿意就此好聚好散。不出所料，未婚夫听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，毕竟能对亲生女儿做出这种事情的父亲简直闻所未闻。但让小丽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未婚夫的眼里只有心疼。他终于明白了小丽为什么晚上会做噩梦，有时甚至尖叫着从梦中惊醒。他没有退缩，而是选择陪她一起直面那段黑暗。第一步，小丽找到了专业法律人士万律师。她这才得知，哪怕事情已经过去多年，她依然拥有反追诉的权利。只要证据确凿，让那个禽兽蹲上10年牢，并非遥不可及。小丽不求别的，只求一点，一定不能让那个作恶的人这么平安的老死。但证据充分4个字说来轻巧，做起来却难如登天。到底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数？小丽又该从哪里入手呢？在万律师的指导下，小丽和未婚夫共同策划了一场偷拍取证的计划。他们要从他生父口中一步一步套出当年的罪行，让他说出甚至承认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时间节点。这一切必须是他亲口承认，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。小丽要做的不只是对话，更是直面创伤。她必须冷静精准，拿出12分的勇气，反复撕开那道早已结痂的伤疤，与那个恶魔正面交锋。其实早在2011年，她就被确诊为 PTSD， 还曾到学校寻求心理咨询。只是那时她孤身一人，而现在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在未婚夫的陪伴下，两人搭上了从埃塞俄比亚飞往中国深圳的航班，一场迟来的清算就此启程。自从上大学开始，小丽就拼命追求经济独立。她做家教、摆摊，在食堂打工，只为了不再依赖父母一分钱。读研后，她就开始谋划出国工作。她很清楚，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才能真正摆脱他们，才能自己救自己，而不是像她母亲那样一辈子困在沉默和懦弱里。有了底气之后，她彻底断了与父亲的联系。她原以为这辈子再无交集，没想到这次回国取证竟顺利地约到了他。见面地点选在了一个开阔的广场，未婚夫负责全程隐藏在一旁，进行录音和偷拍。那天，小丽穿了一条全黑的连衣裙。她说，黑色代表葬礼，她是去给生父送葬的。在正式碰面前，她一遍遍复习问题，梳理思路，尽量压下心头的恶心与愤怒。然而，生父一出现，就吐出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：“不冷啊。”真行啊。小丽强忍反胃，努力维持冷静，做出一副开诚布公的模样。她用极具引导性的话，一步步循序渐进，引他开口。最终，他们成功地拿到了那段关键的视频证据。第一，我很害怕，因为你毕竟是我爸爸，是个男性，我以前没有跟男性接触过，你也打过我，我也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倾向。对不起你。你记得我有反抗吗？没有。因为我不敢反抗，就是因为就像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时间没有1秒钟、2秒钟，只没几秒钟。但是你确实插进去了，我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这是我对我人生第一次性经历的全部记忆，就是很痛。命中注定是我是你爸，你是听是你妈的话，你是倒霉人啊。连见惯了无数案例的万律师看了那段视频证据后，都忍不住点头说，这是他接手过所有案子里最成功的一次取证。这句话无异于给了小丽和未婚夫一针强心剂，同时他们也知道是时候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了。接下来的行程更加紧迫，小丽与未婚夫马不停蹄地赶往中国北方的某个城市，那是他母亲的住处。这一次的任务更加艰巨，他们不仅要回到那个曾经留下无数伤痕的家中，搜集一切可能留下的证据，包括原始证件、小丽2011年在学校做心理咨询时的笔记，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。但最关键的还是她的母亲，
那个始终沉默的女人是否愿意打破沉默，和女儿一起走进派出所，为真相站出来？面对多年未见的女儿，小丽的母亲刘琦脸上依旧是一副麻木的神情，没有拥抱，也没有一句寒暄的话语。屋子里，小丽和未婚夫争分夺秒地翻找着证据，而刘琦则像个局外人，冷冷地站在一旁。小丽未婚夫向小丽母亲提出明天同他们一起去报警的要求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，母亲就已经一口回绝了。是呀，当年警方介入的时候，他就早早地选择了退缩，选择了沉默，甚至是逃避，因为怕丑怕丢脸。现如今难道还指望他幡然醒悟吗？小丽的语气逐渐变得尖锐，你要是不配合，我们就只能断绝关系了。这是威胁，也是最后的求助。而母亲只是低声嘟囔着，我也没办法。但这次小丽没有放弃，两人又跟着母亲回到她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。那是一间光线昏暗却充满了记忆的屋子，墙上还留着她小时候的照片。也许是那些旧物击中了母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她终于有一点松动。犹豫片刻后，母亲把一叠旧照片和一些重要的证件原件交给了小丽，气氛缓和下来。小丽也退了一步，跟着母亲回到了她现在的住处。母女二人终于在饭桌前坐了下来，吃上了一顿多年未曾有过的饭。那些年积压在心底的委屈与怨恨，只需一句话便能彻底引爆。果然啊，一顿饭没吃几口，争执再次升级。小丽控制不住情绪地哭起来，她质问母亲为什么在她第一次报警的时候退缩了，为什么在知道父亲的恶行之后还一次次将他推向火坑。我也没想到他是大人呢，没想到，你没想到，你不是女人吗？在小丽的哭泣声中，母亲又一次沉默地走开了。片刻后，等小丽冷静下来，她走向正望向窗外的母亲，对她说：“明天一早我们报警去。”谁也不知道此刻母亲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，但她转过身，轻轻问了一句：“几点啊？”就是这一句，像是某种沉重的承诺落地。小丽终于争取到了她诉讼之路上最关键的证人。小丽的生父唐洪涛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。他终于为自己讨回了一口公道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至少不能让那个作恶的人这么平安的老死。其实在整个取证过程中，小丽还是经历了太多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的，比如那些所谓的亲戚对他恶毒的辱骂，说他从前是逃犯的，如今是白眼狼。你有没有遇到过明明受了伤还被身边的人指责的时刻？当正义来得太晚，你会选择继续等待，还是干脆放弃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不要忘了订阅、赞好和分享。奇怪的世界故事多，我们下期见。